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由于前段时间我的 YouTube 账号出了点问题，加上最近在休息，有1个月没有更新视频。以后我也会增加更新的频率，感谢你们的催更。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中国社会对资本主义有哪些误解？最近几年，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痛恨资本。我认识的一位网友，在和我吐槽完他所在公司的加班文化后，也不忘记说一句：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坏。对资本的厌恶当然有着非常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于强制加班、低工资、病态内卷等恶劣的职场文化有着强烈的不满，资本主义自然就成了这种不满情绪的最直接的宣泄对象。我在4月12日的那期关于加班的视频里，曾经举过马云的例子。2019年4月，当马云发表完996是福报的言论后，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就急转直下。如今每当马云出现在 B 站，我们能看到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来批判资本家以及呼唤阶级斗争的弹幕和评论。在许多人看来，资本主义不仅在职场上制造了剥削和压迫的关系，还制造了高昂的房价和教育支出。资本可以使孩子沉迷于游戏和享乐，可以操控舆论买热搜控评，可以制造消费主义的陷阱骗大家购物，可以使淳朴的人变得追逐利益。总之，一切的不幸背后都有一双名为资本的看不见的手在作怪。那么资本主义是否为中国的一切不公正负责呢？当说到资本主义这个词语时，人们第一想到的是巨大的购物中心、丰富而繁荣的交易市场、大型的工业企业等等，总之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这种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在《资本论》这本书里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是如何转化为资本，以及资本是如何通过再生产的过程实现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异化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定义资本主义时，关注点也大多放在了货币积累到什么程度，市场发展到了什么规模。在大多数人看来，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比较复杂和高级的商品经济。受这个框架的影响，毛泽东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道，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的这种认识的确有许多现实的证据，例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大量的工商业城市。郑国、齐国都是有着重商传统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业出现了专业化、规模化的迹象。晋国后来也意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那个著名的成语通商宽农，指的就是晋国实行了通过减少关税来促进商业贸易的政策。春秋时期还涌现了一大批靠经营致富的富豪，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他主要是倒卖各国统治者所需要的生活消费品和奢侈品，而且很懂得抓住买进和卖出货物的时机，因此成了家累千金的富人。唐朝的首都长安，北宋的都城东京，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商业都市。在商业伦理上，中国传统社会也达到了相当复杂和精细的水平。我们如今能看到许多明清时期民间交易双方所签订的契约文件，可以发现，这些契约对于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关系的确认，对于毁约和毁约的风险防范、毁约后的赔偿责任认定、交易见证人的担保责任等等，都有着非常明确和细致的规范。清代还兴起了一系列地方性的大型商业帮会，例如晋商、徽商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商人并不缺乏开拓市场的欲望，对市场形势的把握和判断，以及承担投资风险的能力等等一系列商业能力。北宋的都城东京在鼎盛时期就有超过100万人口，
而16世纪前的伦敦却只有不到10万人。从商业的活跃程度和商业的规模这些外部特征来说，中国古代的商业应该说比起中世纪的欧洲还要更发达。然而，一旦我们着眼于市场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关于财产的法权形态和法律制度，就会立刻发现，中国古代的商业不论如何都不能算作是资本主义。正如秦晖所说，商品经济究其本质而言，与其说是商人与商业活动频繁的经济，不如说是受价值规律支配与调节的经济。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谁的规模更大、更复杂，也不在于商人的多少，而在于整个经济是受到市场机制还是权力机制的支配。在这一点上，中国商业自古以来就处于弱势和依附性的地位。商人们要想保证长久的富裕，就必须投靠政治权力，从而取得垄断市场的特权。他们的销售可以完全不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也因此具有强制性。这些商人实际上是以统治者的姿态替官府向民间勒索钱财，也就是所谓的红顶商人。至于那些没有官府所依仗的商人，则时刻处于依商政策的打击下，在活动范围和经营领域上都大大受限制。因此在明代，即使是经济发达的吴中地区，很少有商人之家能够保持超过100年的富裕，只有家族内部有人入仕做官，才能保证经济地位的显赫，否则就会陷入被官府敲诈、索贿并破产的下场。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对比中国与英国的商业传统时说道，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在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商品而互相交易，结果是双方的福利都得到了改进。资本主义在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上，要远远优于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然而，政治特权的参与，实际上已经使交易丧失了能够促进双方福利这一本质特点，因为卖家并非凭借自己产品性质的优良，而是凭借政治权力或者暴力的支持，强迫对方选择自己的产品，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自愿原则。资本主义能够引领人类持续繁荣的秘密，就在于它提供了一条互利共赢的路径，从而否定了那些靠掠夺、抢劫来致富的观念。大卫·休谟在《论贸易的猜忌》中这样说道：“我直言不讳地承认，不仅作为人类的一员，我要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商业繁荣祈祷。作为一个英国国民，我也要为他们祈祷。我深信，如果英国和所有这些国家的君主和大臣们采取这种高瞻远瞩的仁慈观点和睦相处，英国和所有这些国家就会更加繁荣昌盛。虽然这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但人类社会正在持续靠近它。比如哥本哈根标准规定，一个国家要想加入欧盟，在经济上必须真正的实行市场经济，拥有一个维护自由贸易的政府。今天的欧盟不仅永恒地消除了成员国内部的战争危机，而且在欧洲开启了持久的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经济合作的互利性上。关于欧盟，我曾经在去年11月19日讲大一统的视频时谈到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虽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但一个国家是否奉行市场法则，是否尊重私有财产，这确实是有一个相对公认的标准的。而不论以何种标准，中国都不能算作尊重市场原则的国家。首先，中国政府在政治和法律制度层面从来没有承认过私有制的合理性。虽然一直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已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然而党却从来没有真正放弃意识形态上的教化权。这意味着党随时都可以重新举起革命的旗帜，对社会进行改造，这在制度上并没有任何障碍。在实际操作上，
中国如今的那些大型民营企业也都有自己的政治靠山，例如阿里背后就有大量红二代、红三代的资本，而那些没有政治保护伞的企业则时刻处于政府的打击和勒索之下，例如著名的孙大武案、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等等。可以说，这种不依靠政治保护伞就无法发展的状态，和古代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在民营企业之外，还有着一系列更加隐蔽但实际掌控力却更强的垄断性国企。这些企业主要涉及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电信等等领域，也是拒绝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最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3年的动态清零中，许多城市在封城期间都出现了垄断全城市民民生物资的关系户企业，他们提供着价格高且质量次的商品谋取暴利，但市民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封城期间政府禁止市民出行，实质上是取消了自由交易的权利。如果我们将剥削定义为利用权力的不对等获得不正当的利润，那么在中国，来自国家的剥削而非资本主义的剥削才是主要的。所以，中国人所烦恼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高昂的房价、教育和医疗问题等等，其根本原因究竟应该归结为资本还是政府的权利呢？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了，既然资本主义有这么多的优势，又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各种黑历史呢？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他指出了当时欧洲工人恶劣的生存状况，诸如工资水平低下、工作条件恶劣以及童工问题。在马克思的那个年代，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现象，而马克思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背后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矛盾，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导致了生产的社会化和财富的集中，结果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双方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会逐渐扩大。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谓议会政治，表面上声称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实质上仅仅代表了资产阶级，是偏向资本家利益的。人民的选举权受到财富和权势的影响，资本家通过经济资源来操纵选举，这使得选举制度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实现社会的解放和平等。然而如今来看，马克思的许多断言都是有问题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而迅速灭亡。实际上，恩格斯在1895年就承认自己早年犯下了错误，也就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当时马克思已经去世。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就这样说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恩格斯不仅承认了资本主义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还赞扬了德国工人利用普选权来维护权力的能力。他这样说道：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做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政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也就是说，恩格斯在晚年认为，
工人是可以通过议会政治而非武装起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恩格斯的反思是真诚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技术进步和知识的专业化，中产阶级在美国等国家崛起，成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阶层。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之前所设想的赤贫的工人阶级和富裕的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此外，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一系列旨在缓解贫困的社会改革，也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减少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工人可以通过罢工、集会、言论等方面的权利，对资本的力量进行限制。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法治和民主程度高的国家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权，这就必然要求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市场机制的运作也离不开公正和透明的法治框架，因为如果政府朝令夕改，可以随意地颁布法律干扰市场，那么企业自然不敢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经济发展的潜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资本主义追求法治，目的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和可预测的环境。然而，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是相当稀缺，甚至是不存在的。将中国缺乏法治和自由的原因归结到资本主义上，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值得重心思考的事情。关于资本主义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说的，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欢迎大家把想听的话题发布在下方的评论区。